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没机会？我看你是怕事吧？你搞清楚了，我给你的钱可不少啊！你少跟我废话，告诉我他们在哪儿，还有车牌号码，我自己处理。去哪儿啊？找张和范玉飞。找他们干嘛？在车里等我。你要干嘛去？机会难得，趁他们两个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之前，除掉他们。宇阳，我们都已经拿到小伟的股份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叶玲，委托书虽然已经拿到了，但只要他们俩活着一天，终究是后患无穷。我在想，当初我们在瑞士，如果心狠一点，不要有所迟疑，今天所有问题就不会存在了。叶玲，你听好了，如果你真的不想让人夺走你的一切，就不要再有妇人之仁。就算你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，也只能咬牙认了。等我。小伟，你再忍耐一下，很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喂，舅舅啊，小慧她就在我身边啊，她一直等你呢，你快过来吧。你是说于强会过来吗？嗯。我们一接到你的电话就跟舅舅说了，他刚才就是努力把今天晚上行程都取消，想办法赶过来，所以才没跟你联络的。看来我舅舅他把你看得比我这个外甥女还要重要，我可是要吃醋了。讨厌啦！我是你舅妈，你干嘛那么吃醋啊？那我现在去补妆了，我爱你们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好的，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小慧跟你舅舅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，尤其小慧，你永远都搞不清楚她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那样也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烦恼。啊，于飞，刚才你舅舅问我，看我们的婚礼可不可以让你母亲也来参加？没关系，你慢慢想吧，反正还有好几天的时间。小心！上海浦东新区发生一起连环车祸，造成3死2伤。目前警方正在着手调查。哎呀，这是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你弟弟他身体刚恢复，不能太累的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我看小伟高兴，一时忘了时间。哎，小伟，你先别睡啊，张妈扶你回房。对了，爷爷在书房还没睡呢啊，他还没吃药呢，你去跟他说一声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来，慢点啊。
爷爷，爷爷，哦，哎呀，你回来了。你又在厨房直接睡着了。哎呦，妈说你还没吃药呢。这老了不中用了，看点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你说我这，来，慢点。这几天公司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几个计划都在顺利进行了。那个夏雨阳找过你吧？没有，爷爷。我听您的话，已经彻底和他划清界限了。那就好啊。小林呐，我先前跟你说过，接近你的人，他们究竟是为你的财富呢，还是真心的跟你交往？这个问题啊，将成为你这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困惑呀。嗯。爷爷，爷爷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头有点晕得慌的。你就说这个夏雨阳吧，你是以为他处处在帮助你啊，还真心的在为你跑前跑后，可是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相信，你现在要是没了杨家孙女这个身份，他就不会这么用心对你了。他对于飞怎么样，你知道了吧？那个结果你看到了吧？你应该清楚了吧？啊，我不，爷爷，哎呀，我这头这两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晕？啊，最近都有按时吃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爷爷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什么小病老往医院跑啊！等下次回诊的时候，我跟那个医生说一下就行了。嗯，放心吧。爷爷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对我来说，你和这个家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。好，忙你的去吧。小飞，小飞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吓死我了！舅舅没事儿，幸好贺凡反应快，他把车子开上了安全岛，才把车子及时刹住的。刚接到消息，都快吓死我们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刹车出了问题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没做保养啊？来医院之前，我打开了引擎盖检查了一下，刹车管线被剪了。被剪了？这肯定人为的呀！是谁跟你们有深仇大恨，要这样害你们啊？叶林，是叶林。但坦白说，我还不确定是他。但我刚才去找你们时候，我在停车场往前走，突然后面有车摁喇叭，我回头一看，有一个车里坐着模模糊糊的一个人，很像叶林，但我又不确定。我又往前走几步，再回头看的时候，那辆车就不见了。部长，有位于小姐找您，说非见您不可。如果你不肯见我，那我只能去找爷爷了。我想，你也不想见到这样的结果吧？你先出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，没想到这么快又遇上。你不是疯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因为有人连我失去记忆的时候都不肯放过我，把我从绝境中逼出来的。叶林，为了两家人，我已经努力退让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苦苦相逼？因为你的存在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苦苦相逼。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次从噩梦中惊醒，
就是因为我梦见爷爷和妈的们，他们很欢迎你回到杨家。我醒来以后都会觉得心痛。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呢？我很能理解你的不安，也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的愤恨不平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拿这个当借口，不择手段的害人。坦白说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回杨家，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认为这是属于你的，这是属于你的一切。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流着杨家的血脉，就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跟我说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我付出了多少？从我懂事的时候起，我就背负着要成为杨家继承人的抱负。我放弃了我最爱的舞蹈，为了爷爷，我努力读书，不让他失望。对父母的处处吼着，我怕他们吵架。还有弟弟，因为我的存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我得处处小心，怕他的病情恶化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没有做过一丝一毫的努力，你没有资格说你要回到杨家。我的母亲她虽然对我不好，但是我有一个很爱我的舅舅，让我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所以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你身上夺回什么。我只希望过着平静的生活，我也不想再去追究谁的人生本该属于谁。叶玲，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家人，那么就请你停止这些毫无意义的行为，千万不要让爷爷失望，也不要一错再错，让你做出终身后悔的事情。如果时间可以重来，我宁可希望，当你从英国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曾见面，让我们把记忆留在最美好的时候，让我对你心存感激。怎么会没有呢？夏雨阳，张鹤凡，你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你做什么事吗？在我身上动手脚，想要置我和于飞于死地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你从瑞士回来了。我和于飞之所以会忍耐到现在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，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保护身边的人，别让他们再受伤害。那如果你和叶玲没办法搞清楚这一点，那你就是逼我反击，去杨家掀开所有事情。你别以为我只在说出狠话而已。张鹤凡，你手中清高了，表面上说的好听，背后却拿着绅士的秘密来威胁叶灵跟远凡合作。说什么？你少装蒜！那天你们吃饭，我们就在隔壁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这种人才是最无耻的伪君子。回来的正好啊！我已经约好了宴客场地，待会儿你和于飞跟我一块去看看，顺便试一下菜。哎，
于飞呢？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？他回他舅舅那儿，我不想让他听到我们的对话。于飞身世的事，已经知道了，对吗？你约我们去吃饭，根本就不是为了要去找回什么亲戚，只是要让叶灵眼见为凭罢了。夏雨阳，昨天在我的刹车器上动了手脚，是要害死我和于飞。我刚去找他，他已经跟我承认了一切。这个沉不住气的家伙。所以你是承认了？爸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怎么可以利用于飞的身世去威胁叶灵？我只是用我有力的筹码来争取我最有利的条件，这只是在商场上竞争的法则而已，有什么错吗？况且安正本来就不是叶灵的，我只是为了我未来的儿媳妇于飞，争取她应该拥有的。你应该感谢我为她争取权利才是。我原本以为经历了生死，你真的改变了。我怎么那么笨？我怎么会这样想呢？这一直以来，对你来说，所有的情感都只是利益的算计。我是你的工具，我的婚姻是你的手段，而你还是一样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始终都没有把我当成是你自己的儿子看待。贺凡，你错了，我就是把你当我的儿子，我才会下这步棋。你跟于飞不懂得为自己争取，所以我才为你们打算。你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吗？你很清楚，我的一切，包括远帆集团，最终是要交到你的手上。如果你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要撞到远帆，那这样只会让我感受到，我同时亏欠了于飞和叶灵。我是一个趁人之危的人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，我自己的努力去壮大远帆，不必用到这样的手段。商场如战场，兵不厌诈。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深刻的知道这一点。可你偏偏被你的情感束缚住手脚，总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可以跟别人竞争生存，你太幼稚了。何凡，如果你手上有一张好牌，你一定要学会善加利用。那你这么做，有没有尊重过我和于飞的感受？你想的只有利益，甚至连利用自己的媳妇你也不在乎。你会是于飞的丈夫，该关心于飞的是你。你现在立刻要做的就是要和于飞成婚。我会尽快安排好这一切。至于我和叶灵的交易，你就不要干涉了。你好好听我的安排，管理远帆就好了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我怎么可以当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呢？可你是我张建军的儿子，你必须做到。我们远帆集团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，就是因为我不受情义二字的困扰。可这一点，偏偏是你和我最大的区别。你要想成功，就不能这么软弱，不能受别人的困扰。作为我张建军的儿子，必须听我的安排。很抱歉，我不能认同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有把我当成你的儿子，请你学会尊重我，也尊重于飞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些。安正和远帆的合作已经谈定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。何凡，如果你从中作梗的话，你可别怪我不原谅你。爸，如果你真的执意要这么做，必要时我会跟你划清界限，切断和你的关系。你是说你不认我这个父亲了吗？这是你逼我的。好，你翅膀硬了，我管不住你了。如果你能放得下这30年来的养育之恩，好，你就去做。但是我警告你，要是影响到我安正和远帆的合作，我绝对不原谅你。我也绝对不让于飞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请爸不要逼我。
经过这么多事儿了，还这么顽固不化、死不悔改，真是够呛。我想叶琳，她也是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。可她真的是误会我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她身边夺走什么。我只担心，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最后只会伤害到她自己。那他也是自作自受，伤到自己是活该。我就把他伤到无辜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想了谁了。他肯定是遗传他那个混蛋老爸一肚子坏心眼儿，他不可能遗传他妈妈。我说的是你吗？其实叶琳她也挺可怜的，老天爷给我们俩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上一代的恩怨让我们姐妹两个相互为难，这只能说是造物弄人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只是希望她可以停下来，不要再越走越偏了。你的问题还是太善良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一个人走正道走歪道那是自己选择的，不能怨天尤人。再这么下去肯定要出大事儿，还是就我来帮你解决这个事情吧。你怎么解决呀？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好了。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些恩恩怨怨是该有人站出来去把它解决掉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舅舅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拿个大木棍，找到叶琳，在他头上使劲敲几下，给他敲醒了。别乱来呀你！不会的，舅舅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？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。你呀，就安心准备你的婚事吧。啊？咦，小新娘。你说，叶琳想害死小飞？没想到吧？嗯。他是怕小飞才是杨家真正千金那个事儿曝光出来，会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地位，会让他失去一切，所以，他想了这么一招，除掉小飞。我真没想到这个叶琳，这种丧心病狂、泯灭人性的事儿，他都干得出来。都是我当年太自私，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！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希望你走出这个门，你去找叶琳，你去说服她不要再有这样的念头了啊！我当然是你，难道还是我去呀？啊！如果我去能解决的话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你知道我们气场不合，如果我去了，只会让事情更糟糕。我告诉你啊，在我心里，小飞才是唯一的、真正的我的外甥女。叶琳太过火了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制止她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不愿意去说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小飞从小可是什么都护着你，什么都为你着想。他现在有人要置他于死地，有生命危险，你不会为他说几句话，你都不肯吧？啊！我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觉得我去了也没有用，害他这么做的人是我，他怎么可能原谅我呢？不愿意也得去说。叶琳是你女儿，你是她亲妈，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，你要去挽救，知道吗？我已经失去小飞一次了，我不可能，我也经不起这样的失去第二次，你知道吗？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叶琳真的伤害小飞的话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不管是开记者会啊，还是验 DNA， 还是什么别的办法，只要小飞不受到伤害啊，都 OK。但如果叶琳真的要伤害他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，我会不惜一切任何代价，我一定会保护他，我一定会做的，你相信我。队长，你别乱来，你不要胡来，听到没有？我胡来，我胡闹。现在是叶琳是你的亲女儿，是她糊涂，是她要伤害小飞，你知道吗？否则我们相安无事，我干嘛呀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你去找叶琳，好不好？你去劝劝她，让她清醒清醒，不要再干这种事儿了，好
让他回心转意，不要再沉沦下去了。这件事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我才来找你的。我求你了。我一定要加速拿到安正的股权，否则早晚有一天会被于飞夺走。喂，好，你等我。不要再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。小林，我是为你好。天下没有一个妈妈不是为了孩子着想的。我不是你的女儿。我的名字，我的人生，我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杨家给我的。你当初把我和于飞调包的时候，你心里就应该清楚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认我这个女儿。我不奢求你认我这个妈，我自己做的孽，我自己承受。我只是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你的终身幸福。终身幸福？我的终身幸福早就毁在你跟于飞的手上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让我过上好日子，把我和于飞调包，你就应该坚持到底。为什么还要在我身边徘徊，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？就算被人发现了，你也应该坚持到底，打死都不承认。可你为什么还要承认呢？你知不知道？全部都是因为你，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。于女士，请你仔细给我听好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感激你为我做的事情，我恨死你！你不认我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但我求你，不要再做出任何伤害到于飞的举动了，因为了你的幸福，我亏欠对孩子实在太多了。如果你再伤害他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。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那你就不要再伤害到于飞了，好不好？算我最后一次求你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。做到我做到。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停车！老板你好，麻烦我想问一下，门口橱窗里的那张照片，因为上面是我的朋友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多洗一张？这个恐怕……你放心，我只是纯粹的想收藏。啊，对了，钱不是问题，麻烦你了。可以。说实话，你还真有眼光。这张照片呢，拍的还真是不错的。哎，你看这俩人，笑得多灿烂，一看就知道他们感情非常好。前2天来拿照片的时候，还照样的手牵手。你是说他们有来过这儿？啊？大概是几天前的事儿。就2、3天前吧。我帮你弄一下啊。2、3天前。
所以，于飞他真的还活着？因为你，他一生下来就跟我骨肉分离。你就算要报复我，这也够了吧？他如果真的还活着，我求你告诉我，我求你告诉我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你早就知道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啊！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肯讲？安平，现在的小飞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在哪儿。如果你真的对他好，就尊重他的意思吧。他不想让知道他还活着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现在的小飞只想好好的重新开始他的生活。你会说的这么轻描淡写，因为她不是你的女儿。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自私？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处心积虑的想尽一切办法把她藏着，就是为了保护叶琳。你怕于飞一出现就会夺走叶琳的一切，那么你精心设计的这个局就会到此画上句号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么想，我只是在尊重小飞的意思。这些只不过是你的借口。安平，这么多年，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我苦也苦过了，痛也痛过了。到现在，2个孩子都不肯认我，都让我恨。我现在，我不奢求他们对我的原谅，我只希望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幸福。安平，贺凡跟小飞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如果你真的在意小飞，那就别再找他了，我们一起默默的为他们祝福吧。你没有资格教我该怎么做。既然于飞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找女儿。爸。哦，回来了。哎呀，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你这又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爸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于飞，他还活着。于飞还活着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这是？啊，我今天在外面，正好碰上了远帆集团的人，听他们说的。他们说在卖场里看见了贺凡和于飞。哦，这真是太好了！于飞还活着。于飞是从小就历经诸多磨难呐，现在能否极泰来，平平安安，这就是他的造化了。不光是这样，他跟贺凡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我在想，
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趟，送份礼，说几句祝福的话？好歹他也一直叫您爷爷呢。哎呀，梦婷啊，我听你说这话，我就知道，你把过去的事儿都放下了，老爸都替你高兴了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要是对他没有那么多的成见，或许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。是我错了。现在弥补也来得及。只要你真心相待，于飞就会感受到的。于飞从小就是个懂得珍惜和感恩的孩子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他会谅解你的。所以我才回来跟爸开这个口，想让您陪我去一趟。虽然这个祝福是迟了些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吧。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。于飞要知道这是你的心意呀，肯定很感动。原来是因为伯父的原因，叶灵才会为了巩固自己的一切，对我们做出这么偏激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爸利用你的身世来成就他的利益，而我却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居然以为我爸真的改变了，我早该想到，在我被绑架的那一年，我就应该认清这个事实。但这次回来，看他表现，我以为他改变了。你不要这么想嘛。或许，伯父的想法，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呢。之前，他告诉我，我不小了，要我去娶叶灵，为的就是要去争取安政这块大饼，娶不到，他就生气，把我赶出门。那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他又催我们结婚，那为了什么呢？也是因为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，他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的幸福，他所在意的，都只是我能为他做什么，我有什么功能性。你的感受，我都经历过。就像我从一出生开始，就被当作是报复的工具一样，那种感觉很不堪，那种痛是撕心裂肺，是锥心刺骨的痛。对不起，听你说这些，让你想起一些不开心的事。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夫妻了，听你说心里话也是应该的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哈哈哈哈！小花，这教堂规模还可以吧？啊，你都不知道我让我经理人找了多久啊！哎呀，这么大的规模搞一搞，真派头，漂亮！我先让小贝这次开开心心的嫁出去。挺好的。那我什么时候也能跟他一样啊？小飞来了。哎，舅舅，哎，嘿嘿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哪是喜欢，是非常喜欢。哎，要不是你说你这次结婚想低调一点，那这于强嫁外甥女啊，消息一发布，多少媒体得过来啊！
那开玩笑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啊，舅舅。好了，